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呢，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种罕见的富贵掌纹。掌纹是相术中的重要参照物，不同的人其掌纹的大小、形状、粗细等等都不尽相同，可以说掌纹是个人的专属特征，也是算命中的重要依据。在形态各异的掌纹中，有一些掌纹可谓实际罕见又特殊，平常人都难以看到，拥有它们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，将来贵不可言。今天小酱汁来给大家介绍5种罕见的富贵纹路，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。1. 折桂纹。折桂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斜着延伸出来的线，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，从而形成的独特线形。古相学中把它称之为折桂纹。折桂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和渊博的学识，所覆盖的星丘也是与学术研究、文化思维、灵性意识有关，因此折桂纹多代指天赋和名气。这个线形所在的位置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乾宫，乾代表高贵的人，在奇门遁甲中，乾又是生门的位置，代表灵性、超脱与往生。所以这种纹路的人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，容易受到人赏识欢迎，登高折桂，一鸣惊人，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。中国古代的纵横家可能多出这种纹路。男人手掌中生有折桂纹是非常吉利的，是福泽深厚的表现。生有此纹的男人往往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才华横溢，必能在大考中夺得头名状元，有过人才干，工作步步高升，能收获功名利禄、财气和福分都不少。此外，在婚姻上也能够取得贤惠好妻子，既有稳定事业，也有美满家庭，可谓是事业财运婚姻俱佳，人生运是非常顺遂。有诗云：折桂纹名有大才，如主及第绝高魁。西娥月里凭相约，一日登云折桂来。折桂纹主荣贵，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不论男女贵人运都非常不错，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帮助，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，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事业成功，财运自然也跟着好。2. 双鱼纹。所谓双鱼纹也叫做鱼形纹，是指在手掌中出现的半弧状交叉纹，形状像一个鱼形，这是比较少见的掌纹。有这样掌纹的人往往能力过人，才华横溢，智慧超群，而且运气很好，一般都能够成为成功人士。成功以后，房子车子不在话下，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。双鱼纹出现在不同位置，所代表的含义也不相同。1. 双鱼纹出现在艮宫、正宫，文采出众。双鱼纹出现在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时，艮宫、正宫是文昌星照命，预示此人文采出众，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，会获得很高的学历。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心红润，掌纹细腻，那么这个人官运好，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踏上官职。男士的话，更是可以获取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，辅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、财运。2. 双鱼纹出现在坎宫，有贵人相助。双鱼纹出现在坎宫称坎鱼纹，主意有贵人相助，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，有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，婚姻关系亦良好，一生富贵无比。3. 双鱼纹出现在中宫、明堂，人缘极佳。双鱼纹出现在生命线上或者掌心、中宫位置，预示此人人缘极佳，有广泛的人脉，做事情总是能够找到助力，所以很容易成功，一生也是既富且贵。3. 美鹿纹。在手掌中有不少的三角形手纹，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形状的三角纹，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。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、坤宫以及艮宫等区域，纹路清晰深刻，象征着吉祥与富贵。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，通常家境优越，一生物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福泽深厚，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。
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，过得舒服自在，有一定的学习机会，见解非凡，长大能够有大作为，飞黄腾达。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，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过父辈，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掌中有美鹿纹的人，一生贵人运很好，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相助，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。也就是说呀，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，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。4. 千金纹。千金纹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，家境富裕，而且还乐善好施，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贵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家境殷实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够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遇千金直上加。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。5. 三奇纹。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，通常可分为2种，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，分为3条向上的线。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，可多方面发展事业，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。女性主干练持家，旺夫兴家，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，男性主先成后败，女性主到老孤独。另一种是事业线、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。如果掌中有此纹线，其人会名利双收，具有事业潜能，很是了得，绝非凡品。其人的成功与著作、社交和口才有关，如作家、律师、教授等。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呢？民间传闻，一奇为金玉良缘，婚姻美满幸福；二奇为遇到知己贵人，纵使危难当头，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，成功转运；三奇便是横财加身，富贵吉祥。三奇明显的人天生就注定不凡，他们要么成为发明家，给人类带来不少的便利发明，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，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。此生要官有官，求财得财。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，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。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。他们敢于承担责任，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则，最终会因为努力不懈、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。快看看自己手上有没有这些特殊的掌纹吧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。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，虽然是有好运的象征，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还是不能少的。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要靠这12种抓财手，一种比一种富有。手相学又称掌纹学、手纹学，香港人叫做掌相学，是古代的一种相术，与面相、骨相、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。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、大小和手掌的纹路，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。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，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，生来会抓钱吧。1. 财运线清晰可见。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。在手相学中，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
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。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，而是要清晰可见，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，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。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，精明强干，赚钱的门路又多，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。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，赚钱超级厉害，从不缺钱花。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，待人诚恳，无论自己多有成就，都不会瞧不起人。2. 成功线伸长。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，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。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，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，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。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，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，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。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，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，一般财运都特别好，运气很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，最后都能获得成功。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吃穿不愁。3. 大拇指后视。大拇指为五指之首，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。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，下节且代表母亲。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，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。大拇指后视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又有事业心，而且财运很好，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。大拇指粗长有肉，显得比较圆润的人，也是属于好的手相。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，贵人运很好。再加上自身能力强，财运好，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。4. 手掌后视红润。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，一般手掌后视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。他们头脑聪明灵活，充满智慧，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。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。那么手掌后视红润的人，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，而且偏财运也较好，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，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。有这样手相的人，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，生活富裕，事业有成，是属于富贵的手相。5.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。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，又名玉柱线、命运线。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，学业有成，工作顺利，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。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，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，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，如果将往此前发展，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。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，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，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，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。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，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，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。6.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。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，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。在太阳丘，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，属于财运旺盛，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。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，口才又好，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，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。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，善于理财，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。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，财运就会更好，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。即水星丘上有星纹，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，
首先来说，水星丘上出现线纹，主要就是婚姻线。也就是说，水星丘上有星纹，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。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，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，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。总而言之，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。8. 手上有元宝纹。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，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，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，像一个梯形。元宝纹越大，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，很有赚钱的天赋。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，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。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。9. 手掌心有财库纹。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，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。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，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，自身能力强，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，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。10. 婚姻线上有财库。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，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。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、财富以及幸福。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，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。此外，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，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、汽车，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，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。11.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，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。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，偏财运就越为出色。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，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，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，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。此外，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。12. 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。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，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，也就是说，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，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，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，称为手质。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，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，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。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，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，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，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。当看人时，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，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。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，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，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。如果不上进心的话，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。讲有这3种手相的人，50岁以后才能苦尽甘来，享受荣华。手是人的第2张脸，除了从面相上能看出这个人的运势好坏，我们从手上也能得到些许信息。有的特征为凶，有的特征为吉，手相中符号吉凶吉均有。其中口字纹、财库纹有这2个特征的人，做事坦荡而周密，不屑于在背后使用小手段，在各个领域都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前辈。虽然早年打拼不出什么名声，好在好为人师，以后能受人感恩，福泽绵延。第一，从手相学上来说，手后的人命硬，
手掌越厚，这说明这个人的底气越足。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，做事踏实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手掌又厚，而且有肉，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，日进斗金不是问题。但是不是每个会赚钱的人都能存得住钱，就要看手指部位，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间隙大，则是漏财的象征。即使能赚大钱，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，连累子女家人。第二，掌心凹陷的人善聚财，福禄寿三宫凸起，则是聚宝盆的化身。玉柱纹清晰且直奔中指根部，若其中出现断纹，则说明事业有变，能续得上就是有大运，如果续不上，则老来孤苦无依。其间如有凸折，则说明需要破财消灾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，后期发力，大富大贵。第三，小指侧边有掌纹断，则此人多情不专，婚姻得不到延续。相反，感情线一顺到底，说明此人重情重义，事业稳定，有恒心有毅力，是能做出大成就的人。配合大拇指第一指节处，光滑平坦者旺家一子，老来享福，高枕无忧。第四，颈纹在食指下方，越整齐越好，一生钱财不断，衣食不愁。歪斜者心术不正，即使靠着小聪明突发小财，也持久不了。有痕穿破者身体堪忧，虽以财生财，但是功利心过重，一昧追逐利益，会丢失本心，以至于家庭不和，父母难安，子女不孝。且颈纹不可下坠，如入手掌，本心一失，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。最好的位置未碰指根，也不入3线，虽好事多磨，50岁以后必然苦尽甘来。第五，六绣纹清晰。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、太阳线，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，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，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。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。此线代表意义良多，如贵人运、智慧强，有偏财运、异性桃花、第六感之灵感强，有名声、事业上之幸运，还有健康运等，更属于老年运家，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。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，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、明显、秀气，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。凡有此纹者，皆主富贵，天下一品。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，也能一生平顺享福。二，15种吉祥手相纹合集，看你有没有。一个人的运气好，他的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。同样的，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，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第一，好手纹。一，类似米形的手纹，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，标志着幸福吉祥。二，强劲有力、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。根据手纹的定义，这是好的手纹。三， X 形的手纹叫做十字纹，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。四，颜色不浑浊、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。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。第二，坏手纹。一，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，根据手的解释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二，在手纹线当中，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，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。三，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，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。四，
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，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一、财富线直而长。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，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。所以说财富线直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，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。二、手指没有间隙。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，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，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。当然如果你没有间隙，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，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很吉祥。三、断掌纹的手相。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，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，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，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。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财运都是非常好的，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。四、手掌红润厚实。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，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。手掌厚实软软的，肤色也很红润的，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，而且是平安吉祥。五、有不动产手纹。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，比如房屋、土地等等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。六、钱财纹特别多。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，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，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。七、手中有直觉线。手中有直觉线的是一个特别有投资意识，还特别有商业头脑的人，他知道如何准确抓住商机，因此富有而且吉祥。八、手中财库很多。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？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，这就是所谓的财库。所以手中财库越多，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。九、太阳丘很丰隆。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，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。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，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。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，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，会有花不完的钱，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。十、中指很长。其实你们别小看一个人的中指，如果说一个人的中指非常的长，那么说明这个人这生一定会是很富足，生活无忧无虑，而是我报非常吉祥的。11、夫子眼。手相重。夫子眼又称凤眼，也称天眼纹，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，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。不论男女，拇指中若有次手纹者，为人聪明伶俐，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，一生财源滚滚。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，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。12、井字纹。手相重，巽宫高凸红润，并有井字纹出现，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。13、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。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，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，会受很多苦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，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，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并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14、掌红如血色的人命好。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一生荣华富贵，不过要注意，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，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此，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。如果你掌红如血色，但是命却并不好，不要太过忧心，可能是时机未到，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，增加财气。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，水到渠成，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。15、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。
手指头挺直，有肉不露骨，好似竹笋，整体修长。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中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，从小富贵双全，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一生富贵双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